在繁忙而充满压力的现代社会，脾气暴躁似乎成为了许多人生活中的常态。然而，这种情绪并非无缘无故的出现。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性格急躁、脾气不佳的人，往往背负着难以言说的委屈与创伤。这些情感伤痕并非来自眼前的困境，而是深藏在过去的成长经历中，尤其是在童年时期所经历的一切。在孩提时代，孩子对世界的感知纯粹而敏感，如果在最脆弱的时候缺乏应有的关爱和陪伴，这种经历便会在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愈合的伤口。更为严重的是，当这些伤口无法被倾诉与理解，甚至在最无助的时刻遭遇了更多的打击，如来自最亲近之人的嘲笑、贬低、否认，这些体验便可能转化为成年后不可磨灭的情绪负担。这种负担常常表现为焦虑、烦躁、恐慌，甚至陷入抑郁。而当人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挑战时，这些未解的伤口便会时不时地被撕开，让人陷入难以控制的情绪之中。许多人可能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样的影子，他们发现自己总是为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而发脾气，内心深处常常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焦虑和不安。这种情绪的波动无疑给个人生活、职业发展以及人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困扰。那么，我们该如何走出这种情绪的泥沼，真正与内心的创伤和解？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学会看见。心理学中有一种说法叫做看见即疗愈，这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而是打开自我疗愈大门的第一把钥匙。当我们能够正视内心深处的伤痛，接纳那些已经发生的事情时，疗愈的过程便开始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受伤的小孩，他一直在等待关爱与呵护。而作为成年人，我们有能力也有责任成为自己内在的父母，用理解与关怀去安抚这个脆弱的小孩。然而，仅仅看见并不足够，疗愈的下一步是清理。当内心的毒素，那些积压已久的负面情绪与未解的创伤被逐步清理时，生活中的许多问题便会随之化解，情绪变得平和，心境逐渐开阔，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和谐，工作也能够取得更大的进展。否则，这些未被清理的毒素将持续侵蚀我们的内心，阻碍我们的成长与发展。最后一步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那就是觉察。内心的创伤需要被一点一滴的疗愈，而这些深藏的伤口只有在持续的觉察中才能被发现。每天对自己的情绪与感受进行觉察，是对自己最好的疗愈方式。这种觉察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让内心得到滋养，从而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平静与满足。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通过自我觉察与清理，与内心的创伤和解，逐步走向内心的平和与自由。这不仅仅是一段个人成长的旅程，更是一种心灵的重塑过程。在这条路上，我们将学会如何以新的视角看待过去的经历，如何在当下的生活中找到平衡，并最终找到通往幸福与满足的道路。一、走进情绪的源头。脾气暴躁、易怒的人往往不自觉地被情绪所支配，或许是因为生活中的小事，也许是因为工作上的不顺心，他们的情绪就像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火山，稍有触动便会喷薄而出。然而，这些看似无端的情绪爆发，其实并非没有缘由。情绪的背后，是一个人内心深处长年累月积累的创伤和未曾被解决的痛苦。人们常常忽视情绪背后的根源，仅仅将它们视作一种当下的反应。然而，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情绪，特别是那些频繁出现的负面情绪，往往与一个人过去的经历密切相关。对于那些脾气暴躁的人来说，他们内心深处可能潜藏着许多未解的创伤。这些创伤通常源于他们的成长经历，尤其是童年时期。童年是一个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个阶段，
孩子对世界的认知还处在发展过程中，他们的情感极其敏感脆弱，每一个微小的事件都可能在孩子的心灵中激起巨大的波澜。如果在这个时期，孩子缺乏应有的关爱与呵护，他们便可能会在内心深处种下创伤的种子。更为严重的是，当这些孩子在脆弱的时刻没有得到理解与支持，甚至遭遇了嘲笑、贬低或否认，他们的内心便会逐渐积累起对世界的不信任感。这种不信任感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动消失，反而会在成年后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脾气暴躁的成年人往往并未意识到自己情绪问题的根源在于童年的创伤，他们可能将自己易怒的性格归因于外界的压力、生活的琐碎，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性格特质。然而，实际上，这些情绪往往是内心未曾被看见、未曾被解决的创伤在作祟。心理学家指出，当一个人经历了创伤，但未能在当时得到有效的心理支持和疏导，这些创伤便会被压抑在潜意识中。虽然表面上看似已经被遗忘，但它们实际上依然在影响着个体的情绪与行为。在成年后，这些创伤可能以焦虑、抑郁、易怒等情绪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或挫折时，这些情绪问题往往会愈加明显。那么，为什么这些创伤会导致脾气暴躁呢？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脾气暴躁往往是一种防御机制。当一个人内心深处充满了未解的痛苦与不安时，他们便会通过愤怒和攻击性来保护自己不再受到进一步的伤害。这种防御机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他们暂时缓解了内心的痛苦，但却会给人际关系和生活质量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儿时创伤的深远影响。在心理学中，儿时创伤被认为是影响个人一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所谓儿时创伤，指的是个体在童年时期经历的各种负面事件，这些事件在心理上对孩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儿时创伤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性格发展，还会在成年后以各种形式对他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许多研究表明，儿时创伤与成年后的心理健康问题有着密切的关联。例如，曾经经历过家庭暴力、父母离异、被忽视或被虐待的儿童，在成年后更容易出现抑郁、焦虑、情感不稳定等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影响他们的人际关系、职业发展，甚至可能导致他们出现行为问题，如脾气暴躁、易怒等。对于脾气暴躁的人来说，儿时创伤的影响尤为显著。由于在童年时期经历了过多的负面事件，他们的内心深处积累了大量的慰藉情绪。这些情绪在成年后可能表现为对生活的强烈不满，对他人的不信任，甚至对自己的不接纳。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总是容易因为一些琐事而发火，内心常常弥漫着一种莫名的焦虑和不安。这些情绪问题的根源在于童年的创伤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在童年时期，孩子的心理防御机制尚未完全发育成熟，他们无法像成年人那样通过理智来处理自己的情绪。相反，孩子们往往会将这些负面情绪压抑在内心深处，形成潜意识中的心理创伤。当这些创伤在成年后重新被触发时，便会导致情绪的失控。此外，儿时创伤还可能导致个体形成某些不健康的心理模式。例如，有些人在童年时期经历了父母的否认和贬低，便可能在成年后形成一种自我否定的心理模式。他们可能总是觉得自己不够好，无法被他人接受和认可。这种自我否定的心理会让他们对生活充满焦虑和不安。当他们遇到挫折时，便会通过发脾气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与无助。无法倾诉的痛苦与孤独。一个人在童年时期的经历，对他日后的人生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于那些在童年时期遭受创伤的人来说，最为痛苦的并非当时发生了什么，而是当他们在最脆弱、最无助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这种无法倾诉的痛苦常常伴随着深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往往会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心理世界中的阴影。在童年时期，孩子们对世界的理解尚且处于初级阶段，他们无法独立处理复杂的情感和事件。当他们遭遇创伤时，他们渴望得到安慰、理解和支持。然而，如果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得不到必要的关注和关怀，内心的痛苦便会被压抑下来，转化为一种深深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不仅来自于外界的冷漠，更来自于他们内心深处对自己无力感的恐惧。孤独感是人类情感中最为沉重的一种，它不仅让人感到与世界隔绝，还会让人逐渐失去对生活的兴趣和希望。当一个孩子在最需要支持的时候，却遭遇到冷漠和忽视，这种孤独感便会根植于他们的内心，影响他们日后的情感发展。成年后，这些孤独感可能会转化为对他人的不信任、对生活的焦虑，甚至是对自己的否定。更为严重的是，当一个人在最脆弱的时候，不仅得不到关怀，反而遭遇到更多的打击，如被最亲近的人嘲笑、贬低、否认，这种体验便可能对他们的心理造成致命的伤害。这种伤害不仅体现在当下，更会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留下深深的痕迹，影响他们日后的人生选择和情感表达。这种无处倾诉的痛苦与孤独，往往会让人感到无比的无助。当他们长大后，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压力和挑战时，这种无助感便会重新浮现，使他们感到六神无主，甚至陷入深深的恐慌之中。为了掩饰这种内心的脆弱，他们往往会通过发脾气来掩盖自己的无助和恐惧。这种情绪的爆发，实际上是他们内心深处孤独感的外化表现。孤独感和无法倾诉的痛苦，常常会在成年后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许多脾气暴躁的人，实际上是在用愤怒和攻击性来对抗内心深处的孤独和无助。然而，这种对抗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会让他们陷入恶性循环。愤怒只会让他们的孤独感更加深重，使他们更加难以与他人建立起真正的情感连接。4. 走出情绪的泥沼。对于那些被情绪问题困扰的人来说，走出情绪的泥沼，首先需要的是一种觉知和接纳。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正视自己内心的创伤，承认这些创伤对我们的影响，并且接受这些情绪反应是合理的、可以理解的。只有在接纳了自己情绪的同时，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疗愈的过程。觉知意味着我们要意识到自己的情绪来源，并且了解这些情绪背后的真实原因。情绪往往是我们内心需求的表达。当我们感到愤怒时，实际上是我们的某种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通过觉知，我们可以逐渐了解自己的内心，找到那些被忽视的需求，并且开始思考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而不是通过情绪的爆发来释放内心的压力。接纳则是疗愈的第一步。许多人在面对自己的情绪问题时，往往会感到羞耻或自责。他们可能认为发脾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或者认为自己不应该如此敏感。然而，这种自我批判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接纳意味着我们要承认这些情绪的存在，并且理解它们的合理性。每个人都会有情绪波动，这是人类正常的心理反应。接纳自己的情绪，便是接受自己的真实存在。只有在接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开始改变。然而，觉知和接纳并非易事。对于许多人来说，正是自己的内心创伤往往会触及他们内心最脆弱的部分。这种脆弱感让人感到害怕，因此他们会选择逃避或者压抑这些情绪。然而，这种逃避和压抑只会让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正视自己的内心需要勇气，但这是走出情绪泥沼的关键一步。当我们能够觉知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时，下一步便是开始清理内心的毒素。这些毒素是我们在过去经历中积累的负面情绪和未解的创伤。清理这些毒素需要时间和耐心，
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清理内心的毒素，如心理治疗、情感表达、艺术创作等。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内心的压力，找到情绪的出口。心理治疗是一种有效的情绪清理方式。通过与心理治疗师的对话，我们可以深入了解自己的情绪和需求，找到情绪问题的根源，并且在治疗师的帮助下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心理治疗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清理内心的毒素，还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起更加健康的情绪应对机制，从而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应对。情感表达也是一种有效的情绪清理方式。许多人之所以情绪问题严重，是因为他们习惯于压抑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表达出来。情感表达能够让我们释放内心的压力，找到内心的平衡。我们可以通过写作、音乐、绘画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情感，也可以通过与他人交流来倾诉自己的感受。这些方式都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情绪的出口，让内心得到释放和疗愈。艺术创作是一种独特的情绪清理方式。通过艺术创作，我们可以将内心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作品，从而达到情感的宣泄和释放。艺术创作不仅能够帮助我们表达内心的情感，还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情感体验，从而在创作的过程中找到情绪的出口和疗愈的方式。5. 建立内在的安全感。内心的创伤往往会导致个体缺乏安全感。安全感是指个体对自我和外界环境的一种信任感，它是一个人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重要基础。当一个人缺乏安全感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焦虑、不安和对外界的强烈不信任感。对于那些脾气暴躁的人来说，内心缺乏安全感是导致他们情绪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建立内在的安全感，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入手。首先，我们需要学会接纳自己。自我接纳是建立内在安全感的基础。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接纳自己的不足和缺陷时，我们便能够在内心建立起一种稳定的自我认同感。这种认同感能够帮助我们在面对外界的挑战时，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稳定。其次，我们需要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健康的人际关系是内在安全感的重要来源。当我们能够在与他人的交往中感受到被理解、被接纳和被支持时，我们的内心便会感到安全和满足。反之，如果我们总是生活在不健康的人际关系中，如被批评、被贬低或被忽视，我们的内心便会感到孤独和不安，从而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需要我们学会与他人沟通和相处。沟通是建立人际关系的桥梁。通过有效的沟通，我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从而在彼此之间建立起信任和理解。此外，我们还需要学会在关系中保持界限，尊重自己和他人的界限，避免在关系中迷失自我。再次，我们需要培养内在的稳定性。内在的稳定性是指个体在面对外界的变化和挑战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稳定。这种稳定性不仅依赖于外界环境的支持，还依赖于个体自身的心理调试能力。当我们能够在面对压力时保持内心的稳定和从容，我们便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平衡，从而建立起内在的安全感。培养内在的稳定性需要我们学会情绪调节和压力管理。情绪调节是指个体在面对情绪波动时，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稳定。压力管理是指个体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时，能够通过合理的方式来释放压力，避免压力对身心的负面影响。6. 持续的自我觉察与疗愈。自我觉察是疗愈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持续的自我觉察，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情绪和需求，找到内心的创伤和未解的痛苦，从而在觉察中进行自我疗愈。自我觉察不仅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也让内心得到滋养，
从而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平静与满足。自我觉察是一种持续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关注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当我们感到情绪波动时，我们需要停下来，问问自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这些情绪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需求？通过这种自我反省，我们可以逐渐了解自己的内心，找到那些被忽视的需求，并且思考如何满足这些需求。自我觉察不仅仅是对情绪的关注，还包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反思。我们需要问问自己，我是否在为自己而活？我的生活方式是否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通过这种反思，我们可以发现生活中的问题，并且逐步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从而找到生活的平衡和幸福。自我觉察还需要我们学会与内心对话。内心对话是指个体在觉察中与自己内心的不同部分进行对话，了解内心的真实需求和感受。通过内心对话，我们可以找到那些被压抑的情感，理解它们的来源，并且在对话中进行自我疗愈。内心对话需要我们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小孩，它代表着我们的情感和需求。当我们感到焦虑、不安或者愤怒时，这个内在的小孩可能正在表达他的需求。通过内心对话，我们可以了解这个小孩的需求，并且给予他关爱和支持，从而在内心建立起一种安全感。持续的自我觉察和疗愈，最终会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平静与满足。通过自我觉察，我们可以逐渐摆脱情绪的困扰，找到内心的平和和自由。通过自我疗愈，我们可以逐步清理内心的毒素，建立起健康的情绪应对机制，从而在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应对。脾气暴躁、易怒的背后，往往隐藏着一个未曾被疗愈的创伤和内心的孤独。要走出情绪的泥沼，我们首先需要学会觉知和接纳自己的情绪，正视内心的创伤，并且通过持续的自我觉察和疗愈，逐步清理内心的毒素。只有在觉知和接纳的基础上，我们才能真正开始疗愈的过程，找到内心的平和与自由。这是一段个人成长的旅程，也是一种心灵的重塑过程。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勇气去面对自己的内心，需要耐心去疗愈那些未解的创伤。最终，我们将学会如何以新的视角看待过去的经历，如何在当下的生活中找到平衡，并最终找到通往幸福与满足的道路。感谢大家静心观看这段视频，希望你能从中获得平静和启发。请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更新了。请分享这个视频给你的朋友和家人，让更多人一起加入我们的修心之旅。你的支持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愿你每一天都充满宁静与喜悦。我们下个视频再见。